男嘉宾王先生29岁，来自河南公司创始人；女嘉宾唐女士24岁，来自天津淘宝店主。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想结婚对吧？还没做好准备是吧？小片里面好像把各自的这种对于这段感情的焦虑都说出来了，是吧？认识是还跟他创业有关系，对不对？对，是使用他的那个 app 是吧？对，说说具体的过程吧。确实是跟主持人说的一样，他是我公司产品的用户有一天呢，是我收到他发的一封邮件就是反馈我们产品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加了微信，就相互在沟通。沟通过程当中，有了解到他是天津的刚好有一次我来天津出差，我就约他出来，我说想做一次这个用户的深度访谈，就是聊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是除了工作当中吧，就是感情上包括双方就很契合，他也很成熟，也很有上进心，所以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那现在公司在哪儿啊？在天津吗？我的公司在北京。那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之后，你多久从北京来天津一次？我基本上属于就是上6歇1这样的，然后基本上只要我有空闲时间，我都会来。但问题是，从我们俩在一块儿1年半吧，刚在一块儿没多久，因为我公司那边业务发展，我去美国待了大概有小半年等我回国之后，他那边又开始忙，因为他做这个淘宝店主，他准备双11这样，他要做代购。可能1个月有半个月时间也在国外，所以我们属于这种聚少离多的一个状态但我一直觉得这不影响我们的感情的发展。那今天谁要来呢？觉得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了呢？也是我要来。不行就慢慢来嘛怎么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没什么太大问题嘛，所以我就想跟他聊，我说把结婚提上日程。但当我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就是没有正面的去跟我沟通过对，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去听听他的意见，然后也想听听嘉宾老师对我们就这样的一种恋爱状态的一个意见。行吧，那就说说恋爱状态吧，怎么样？满意他吗？我肯定是喜欢他的，但是像他刚刚说的，我们俩在一起1年半，然后相处的时间和沟通的时间特别少。但是最主要问题是，就在这仅有的时间内，我跟他想要去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完全不能理解到我的点比如说呢？比如说，前2天我跟他讲说，我说，最近有一个龙虾的美食节，我说我们一起去吃这个小龙虾。我其实不是说多去想去吃这个东西，我就是想跟他有一定的空间去约会相处，因为我们俩平时都很忙嘛。结果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去做了很多资料、很多数据出来。然后跟我说哪个地方的这个小龙虾哪里最好，然后说有时间我们再去这样子。对啊，你不一直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确实没时间一块儿出去嘛。我就刚好想借这个机会，你喜欢吃小龙虾，我们就去中国最好的就是小龙虾之乡，我们去那儿。所以这是我的钱江，就是在钱江吗？不是盱眙吗？盱眙的小龙虾最好吗？那可能是我工作没做到位我的调研是钱江。去没去啊？还没去成。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拖到有时间再说，我就觉得算了吧，不去了。那你们以前这约会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表现？我们俩唯一的约会的地点就是咖啡厅。那不是有 WiFi 方面，对吧？你也忙，我也忙，就是你还可以顺便工作一下吗？不是我顺便工作，是你一直在工作。我们俩出去约会，在咖啡厅约会的时候，他都是抱着电脑抱着手机，然后每当我要跟他说一些我自己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接个电话，然后接完电话之后他又继续去拍电脑，完全忘了我是刚才说了什么。我理解的对吗？是不是就是边约会边工作不全是吧？不全是，但是偶尔会呗，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干嘛呢？难得见面的，见面还不好好聊聊？会好好聊。比如说你之前跟我说你工作效率低，对吧？比如说你那么多的订单怎么整合，我其实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帮他去研究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我的领域跟他的这个不是很契合的对，但是我为了他去调研这个，我想的是你可以引入一套系统化的这个系统，对吧？这样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解放出来。不是做出来了吗？这个市场上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我已经帮他调研好了，但是他不愿意去尝试，因为他觉得成本很高。其实我之前有去说服他，因为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俩事业都属于上升期嘛，对吧？你前期的这些成本的投入，在后期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边际成本都会递减的。可能他不太喜欢听我说这些。我不是不愿意去尝试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刚起步的时候，确实遇到过一些困难，我去请教他，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忙，但是我这些东西我必须要今天处理完它。
那等到他已经忙好了，然后给我制作出一堆他那种技术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我学会了。你学会的那些是战术上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之后还会陷入到这样琐碎的事情当中。我们不是来谈工作的。今天在那儿谈的啊，这个人平常有趣吗？没有。你们俩平常因为见面很少嘛，对吧？那是不是就靠微信啊、电话呀这么来保持情感的联系啊？电话都很少吧？我有发微信，但是基本上回复的很慢。我有发微信啊，他在微信里有趣吗？没有。他关心你吗？他会试图去通过一些小途径去关心我啊，比如说什么样的途径？因为我们俩都属于很忙的人啊，然后也不会去向对方说一些对方就是彼此需要什么啊这样子，然后他会向我公司的员工就是问我家里什么最多这样子啊，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水晶的杯子嘛，然后是限量的，然后他会从美国这样帮我买回来。啊，就是挺上心的是吧？对，他会很上心的，但是他对我并不关心。他不能理解我的情绪。有一次我在外面的时候，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要拿很多东西嘛，可能比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重，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手去拿伞的。我当时就跟他发微信的时候，我说我这边下了很大的雨，然后他说打伞啊。不然呢？你希望什么？就我希望的是正常的男女沟通关系，最起码是你问一下我你在哪儿。或者是你要不就是找个地方去躲雨这样子。我后来有关心你，确实我第一反应可能反应的让你感觉我不是很关心你的情绪，这些其实我都认识到了。你现在创业到什么阶段了？我们现在算 A 轮吧，越来越忙是吧？对。你现在是不是还把她当成既是女朋友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啊？就自从我们俩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我有仔细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反倒觉得我把她当成我的用户会更好一些。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我不关心他的情绪，但是我可能我对我的用户反而第一时间会关心用户的情绪和反应啊，所以我后来就真的说 OK， 我还再把你当成我的用户，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忽略你的感受和你的情绪啊。你刚才忽略了他的感受了吗？你听你说那个，我把他当我的用户更多一些，你听到这个现场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吗？可能是我表述不是很准确。女生对这个情感是现在怎么看呢？他现在就是他的生活中全都是工作，然后我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把我和他的工作完全就是混淆在一起。你给我描述一下这个男生好不好？就你跟他1年半的交往，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成熟，很有上进心，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这个应该没变化对吧？没有变化直到后来我们慢慢相处的过程当中，各种上面的一些小事，这样慢慢去积累的，让我觉得我们俩的感情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以后就是会是什么样状态，包括我们俩现在异地这种情况，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他这个人对于我而言，他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还是说感情中，都给予我了很大的成长。他身体不好，我们两个挺像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强直性脊柱炎，对，然后平时他其实工作又要坐在电脑很长时间，跟我差不多。他其实比我小很多岁，但他现在有腰间盘突出了我关心他的工作的原因是，我想帮他提高效率，能把他解放出来，我不想让他的身体这么劳累我能了解到的任何的可以对他身体有益处的，我都尽量去满足他。比如我们现在有这个叫 HPV 这样的预防这个女性子宫癌这样的一些疫苗，那我都会去提前帮他联系好，让他去打这个疫苗。还有一点，其实去年我们过年的时候约定，就是我想带他回家见我父母，但是快过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去新加坡，他说要去跟人谈合作。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能接受，我觉得是在搪塞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俩呢依旧在所谓的咖啡厅约会然后呢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过年跟我回去见爸妈，说完之后他又继续敲电脑了。在我的认知看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一个男生带一个女生回家见父母，会是很正式的一件事情，你起码会说你要穿什么，你要带什么，或者说是哪怕说是这个过年的这个高峰期，你机票或者什么怎么样的这样。
但是他完全都没有提，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件事就是可能这么一提就过去了。其实你只要人过去，别的东西我都会安排好。那我不知道啊。当我要跟你说的时候，你已经订好去国外的机票了，而且让你退你也不退。两个人还挺会较劲的啊。行，男生现在想怎么着啊？我觉得如果能结婚就结婚，如果不能，我也不想说，就哪怕恢复到我提结婚这个事情之前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好的。你愿意向人求婚吗？愿意。姑娘，你现在对这段感情是一个什么判断？我不知道怎么在我们俩这种工作还有感情中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做出这种最合适的方式去面对。好嘛，这恋爱谈得这么理性哈。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小唐，29岁，本科毕业，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我觉得你是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因为你奋斗向上，对工作非常的积极，我们很欣赏。但是事业是事业，爱情是爱情，你不能把对于公司项目的事业上的这些调研放到爱情和生活当中来，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副就是1、2、3、4、5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计算。比如说就吃个小龙虾，还一定要去调研一下啊，中国哪里的小龙虾是最好吃的，我们一定要去那儿吃。那如果我要去看个电影呢，是不是一定要去奥斯卡看？生活就是生活。他今天说我想吃个面包，然后你说等一下亲爱的，这个面包里有60%的面粉，30%的脂肪，5%的糖，根据你的健康状况你只能吃1/4，就没有乐趣了，这不是生活。所以即使你的事业现在可能在一个上升阶段，未来你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你不会爱，你不会谈恋爱，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姑娘沟通，所以你要学会去体验生活当中的这种小情趣，要走到他身边去。所以这就是你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缺少共同话题，自个儿忙自个儿的。他身体不好，腰椎间盘突出，你身体不好，脊椎炎，对吧？俩人一块儿去游泳啊，这不就是共同的话题吗？共同的爱好吗？你们总要有一点是我们两个都喜欢，我们两个愿意在一起去经历的事情，才能够谈恋爱。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的爱情用一条线去分开，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谈恋爱的时候轻轻松松，这样再去考虑我是不是要去结婚。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你给我一句承诺，我许你一世情缘，前提条件就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爱对方一辈子。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你说情绪有用吗？爱情有用吗？感动有用吗？让你惊喜有用吗？让你感觉到舒服有用吗？好像从计算角度好像没什么用。但是无用的东西就真的不应该存在吗？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有无用的东西都应该被抛弃的话，那就只有数字，只有逻辑，不会再有任何精神层面上的愉悦的东西。数字带给我们的愉悦是有限的，情绪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其实你女朋友已经算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了，但是姑娘们要的爱是什么？它无用但有趣，它无用但温暖，它无用但是值得被记住。所以无论是从理性的角度还是从感性的角度，我给你最大的建议是不要从我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从他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从我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你创业也不会成功的。用户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固然他有很多问题，前边两位老师都说了啊，我来说说你可能有机会去调整的。诚如你刚才所讲，这个男孩打动你的就是他的成熟，他的理性。那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人，如何来平衡理性和感性？这需要你自己去调动你自己所有的感受。可能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心里多么想去爱你，极有可能他分不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人生也是分阶段的。这个阶段他刚好在创业，刚好在为了理想在努力。你能不能在这段时间调整好自己，也站在他的角度去分析、理性的判断你们这段感情值不值得你等待，值不值得你可能暂时不能收获那种我们人人都渴望并且需要的两情相悦、很多美好的瞬间。如果值得，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就会趋向好的发展。他意识到自己在情感中付出的不足够，他去努力调整。你意识到我找的这个男人在这个阶段如此的辛劳，在创业，我也要尽量的体谅他。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打破平衡又调整又平衡又打破这样的过程中，你们才能磨合成为两个优质青年人的组合。如果谁也不愿意改变，谁也不愿意调整，他忙他的工作，你继续抱怨他不跟我去身边的这个龙虾店去吃小龙虾，可能就真的分道扬镳了。如果你欣赏就是他那份才华，我们是否可以调整等待？好，谢谢叶老师。来，涂老师。在互联网兴起之后，有一个职位现在特别的火，叫产品经理，它几乎成为了公司的中坚力量。而产品经理最需要做的是解决用户的刚需，得出用户的画像，知道这个产品投向哪个人群，去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在职场当中，他其实就是一个产品，因为他跟企业之间是等价交换。但一个人如果在爱情当中，他只是一个人，他做的就是一些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以前经常所说的，每天做一些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吃饱的时候你饿不饿？我穿暖的时候你冷不冷？我高兴的时候你痛不痛苦？我失落的时候你愉不愉悦？天天担心你哪天会死，死了以后我怎么办？这都是些无聊的事情，产品经理是万万做不出来这些事情。但爱情就是这样，它没有实用性。男生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人格上的优点都是职场化的特征，比如说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值得信任，踏踏实实。但这些在职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人格优点，在婚姻当中未必会体现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在事业上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女生是很喜欢的，甚至会有点小崇拜。但往往是在职场当中如此表现的男性，在爱情当中就表现得有点不解风情，不懂理解。而这些隐忧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事实上你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产品。但爱情是没有产品的。我们去衡量一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好的产品，是他能够给我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我们找一个人来谈恋爱，是为了他给我解决什么问题吗？不是，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产品优点，而是因为他只是他。其实说白一点，男生是可靠的，人品也不错，但在婚姻当中未必会是一个好丈夫。我认为人都有感性和理性的一面，但是如果到如今为止，一个漂亮的女生在你面前始终不能让你感性起来，只能说你还没有燃烧的。如果换一个特别喜欢的，无论是工作再繁忙，我相信他会点燃的。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产品看，他会把你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来看。说白了，在他心目当中，至少到现在为止，你是不如他的事业重要。这不是什么 A 轮 B 轮 C 轮的事情，他即便是今天已经融资完成，融到1轮了，事业已经很稳定了，他对你点燃不了就是点燃不了，知道吗？所以我对你们的感情并不看好，都是两个不错的人，但我认为缘分不够，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做一个有趣的人特别的有意思，这种有趣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对生活的感知。你要去感知生活和感受生活里的美和丑，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可以试试啊，尝试一下，慢慢的走，别着急。所以女生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这么一个现在没有展示出有趣特质的男人？因为有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需要时间来成长的。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听了
嘉宾老师的意见，包括最近我一直在反思，确实这2年的创业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只去关注问题，反而去忽略很多情绪上的东西。但是我之后一定会去改正这方面的东西，就像主持人说的，去感悟生活，更多的去感悟你。包括我们俩异地的问题，其实我在北京帮你找好了工作室的地址，我也帮你联系好了物流的公司，甚至比你那边发货还要更便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把工作室迁到北京。我更希望的是将来跟你一起走下去。我觉得刚才听完老师们说的话，我觉得咱们俩的问题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了，就是我没有能力去燃烧你的心，我也没有能力去带动你的情绪。那我愿意去为你去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好，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